嘿，问你一个问题哦，你现在正盯着荧幕看，脸上是不是刚好就戴着那副号称能保护眼睛的抗蓝光眼镜？说真的，我们身边超多人把它当作护眼金钟罩，甚至从早戴到晚，根本舍不得拿下来。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你以为在养生的好习惯，其实正在悄悄打乱你大脑的生理时钟呢？很惊讶，对吧？在今天的这份深度解析里，我们就要来打破这个被过度包装的现代迷思。我们要告诉你，别再傻傻的全天候无差别防御了。现在最聪明的做法是完全依照你的生理需求来进行精准控光。准备好重新认识光线跟我们大脑的微妙关系了吗？走吧，我们直接进入正题。长久以来呀，我们多多少少都被各种广告洗脑，觉得蓝光就是万恶之源，只要看到荧幕就得防。这让大家误以为24小时把蓝光挡得死死的，就是最完美的护眼保养。不过，如果你从现代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不管3721全天候阻隔蓝光的做法，其实踩到了一个超级大的地雷。这个迷思告诉我们，无时无刻挡住蓝光准没错，但残酷的真相是，这样做反而会让你大脑跟眼睛陷入一种叫做蓝光饥饿的状态。这词听起来有点吓人，对吧？简单来说，你以为你在保护眼睛，但实际上你却亲手剥夺了自己白天本来该有的专注力跟活力。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得来聊聊我们大脑里非常精密的感光机制了。在我们的视网膜上啊，有一群超级神奇的细胞，简称叫做 iPRGCS。这名字听起来很学术，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大脑专属的日光感测器。它们就像是我们白天生理时钟的定海神针，而且超有趣的是，它们最敏感的接收范围刚刚好就落在460到480奈米的蓝光波段。也就是说啊，白天的自然蓝光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极度渴求的正向讯号，它会告诉大脑，嘿，天亮了，别再分泌褪黑激素了，让我们整个人保持清醒、警觉，甚至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所以你想想看，当你白天整天戴着那种把蓝光滤得一干二净的眼镜时，等于是你自己把这个该清醒啦的讯号给切断了。这后果其实蛮严重的哦。它不仅会让你白天总是觉得昏昏欲睡，莫名其妙的累，甚至还会加重所谓的季节性情绪低落。更关键的是，科学研究发现，这样会去干扰到儿童跟青少年眼球正常的生长发育，反而可能成为加速近视的帮凶。这绝对是家长们必须特别留意的重点。听到这里，你心里一定会想反驳，可是我如果不戴抗蓝光眼镜，看荧幕看久了，眼睛真的会很酸很干啊。对，这的确是大家的痛点，但这也是我们对数位眼疲劳最大的一个误会。接下来我们要揭晓一个可能会让你有点崩溃的真相，那个让你眼睛酸到不行的元凶，其实真的不是蓝光。猜猜看，一个数字5为什么会跟眼睛疲劳有关？这个来自权威医学期刊的数据，绝对会让你吓一大跳。根据系统性的文献回顾，当我们超专心盯着荧幕看的时候，我们眼睛每分钟的眨眼次数会从健康状态的15次，直接暴跌到只剩下5到7次。这基本上就是一种忘记眨眼的丧尸凝视状态啊，超夸张的吧？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你看荧幕眼睛会这么累。你忘了眨眼，眼球表面的泪膜马上就蒸发干掉，当然会觉得干涩。再加上你长时间近距离死盯着荧幕，眼睛里的睫状肌一直紧绷着，最后就痉挛了。也就是说，你看电脑引起的眼酸，说穿了就是肌肉过劳，它是物理上的机械性疲劳，根本不是光线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戴着那副只能阻隔10%到25%蓝光的普通透明眼镜，对于放松肌肉，说实在的，几乎是没什么实质帮助的。既然我们知道蓝光不是白天眼疲劳的背后黑手，透明蓝光眼镜也没办法帮于按摩眼部肌肉，那我们到底该拿酸痛的眼睛怎么办？
这就带我们来到真正有用的日间精准控光策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的是科学解方，而不是花钱买心安。其实啊，最有效、最厉害的解药，完全免费，而且是科学家挂保证的。没错，就是鼎鼎大名的20-20-20护眼法则。每看一幕20分钟，就把视线移开，去看20英尺，也就是差不多6公尺远的地方，看个20秒。就这么简单几个动作，强制你的睫状肌松口气，这绝对比你买任何昂贵的蓝光镜片都还要直接有效诶。当然啦，除了改变习惯，我们在挑选镜片时也可以聪明一点。白天你的首要任务是放松肌肉跟减少反光，你可以选那种有高品质抗反射，也就是 AR 镀膜的镜片，把讨厌的环境杂光滤掉。或者试试看那种底下带有一点点放松度数的渐进抗疲劳镜片，给眼睛物理上的神救援。要是你觉得换眼镜很麻烦，那种轻量化的功能性套镜也是个好选择。想用的时候套上去，不想用就拿下来。这样做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避开传统蓝光眼镜那种黄黄的色彩，这对需要看准颜色的设计师或摄影师来说，简直是救星。好啦，白天我们大方拥抱自然光，维持满满活力。但是呢，一到了晚上，尤其是准备睡觉前的这几个小时，整个游戏规则就完全反过来咯。注意听咯，这是这份解析中对你的睡眠健康影响最大的一个关键转换。到了晚上，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大脑打造出所谓的生理黑夜。这可不是把灯关掉这么简单，这是一个你要主动去营造的生理状态。如果你在睡前2到3小时还在疯狂滑手机，荧幕发出的蓝光就会去骗大脑里的松果体，大脑会想，咦，天还亮着啊，然后就不分泌褪黑激素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必须精准的把这些干扰波长给挡在门外。就是现在，这才是你真正需要换上那种深黄色、琥珀色甚至红色睡眠专用镜片的时候。这种特殊镜片超级厉害，它能几乎100%把400到500奈米的蓝光彻底封杀，甚至连同样会干扰褪黑激素的绿光波段也一并切断。当这些捣蛋鬼被挡下来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加速降低核心体温，褪黑激素乖乖分泌，你会发现自己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时间变短了，真的能更快进入梦乡。科学数据在这边呈现出来的效果非常惊人。当你乖乖在睡前戴上琥珀色镜片，建立起生理黑夜，它不只让你早点睡着，更厉害的是，它会大幅增加你前半夜的 N3 满波深层睡眠以及快速动眼期的总时间。要知道，这可是我们大脑真正用来排毒、修复记忆的黄金时段啊！睡得好不好，关键就在这。聊到这边，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大脑在白天跟晚上的需求根本是南辕北辙。所以拜托大家，是时候抛弃那种一副透明蓝光眼镜打天下的旧观念了。我们现在要升级成日夜分流，依据场景来调整的智慧型光线管理模式。这里帮大家整理了一套超级实用的情境策略。简单来说，白天对着萤幕工作，为了救紧绷的眼部肌肉，请用 AR 镀膜或是抗疲劳镜片。到了睡前2到3小时，为了让褪黑激素顺利上工，换上琥珀色或红色镜片。那么，如果你是那种超容易偏头痛，或是周末要出去户外玩的人呢？对于那些容易偏头痛或是对光线超级敏感的朋友，医学级的 FL41 玫瑰色遮光镜片会是你的好伙伴。它能精准拦截特定的波段，从源头安抚你的视觉神经。那如果你要出门晒太阳，千万别忘了带上 UV400 防护的偏光太阳眼镜，因为老实说，比起室内的电脑萤幕，户外太阳光的紫外线跟高能光线才是真正会导致白内障跟黄斑部病变的狠角色啊。总结来说，今天这份解析最想传导给你的核心观念就是，透过场景导向的光线管理，重新夺回你的深污节律主控权。听起来很酷，对吧？其实就是白天勇敢去晒太阳，拥抱自然光，
让大脑电力满格；晚上则透过有色镜片打造人工黑夜，让大脑知道该下班了。这样一来，你的眼睛不再干巴巴，大脑也能准时关机，好好修复。所以啦，在今天结束之前，我想请你在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现在脸上戴的那副眼镜，到底是在帮你的生理时钟大加分，还是反而把它搞得一团糟呢？真的是时候丢掉那种被动防御的心态，为自己量身定做一套24小时的健康用眼计划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对每天戴着的眼镜有全新的认识。那我们就下次见喽。